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手上突然出现这些纹路，预示旺财运来临。手相是不断变化的，当快有财运时，有些人的手纹就会发生变化。低天居士提醒，如果手上突然出现下面的这些纹路，那大多预示财运即将旺起来。一出现了星纹，太阳丘、无名指根部或木星丘、食指根部这两个部位，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，也是一种偏财运旺的表现，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从而赚来财富。所以出现了这个星纹，代表了你的财运会来临了。二，出现了多条财运线，在手相中，将手掌太阳丘、无名指根部或水星丘、小指根部处出现的数项纹路称之为财运线，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、运气、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。低天居士观察到，很多人在年轻没有财运时，这里的纹路会比较少，而到中年财运变好时，这里的纹路也是相应的增加，所以这里财运线变多了，财运就来了。三，出现了十字纹，在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，如有出现十字纹，代表亦有意外之财到来。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。通常你如果发现你这里的纹路出现了，那就代表了你的财运来到了，钱财变多了。四，出现了不动产纹，手中有不动产线的人，可能会有很多房产，不管是赠送还是自己挣钱买的。如果有多条不动产线，这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财运会旺起来。五，出现贵人纹，手相中出现有贵人纹的人，一生贵人运势相当旺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，都容易得朋友、领导的帮助赏识。这种手相的人容易有贵人青睐，不管哪个行业会有靠山，自然财运也是没问题的，发财是个早晚问题。六，出现了财富纹，这个纹称为财富纹，这个纹不管男女，一旦有这种纹路，各个方面都会表明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富贵之命，就是后天经过一番努力会成为发家致富之人。一生命途相对比较顺利，这个纹也是变化的。第二，手有米子纹，富贵到永久，准得吓人。第一个，形体，手后肉多有福人，手掌厚实，手指饱满且擅长掌，干事有方案，节壮稳重，属于官运之长相。掌脖长长直短，即使其他纹线再好，也无关之相。掌后背圆，一世好风光。也就是说，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、血管和骨头，掌心掌背都肉多，摸起来温暖和踏实。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。龙虎相配富贵人，手掌厚实，手指饱满。手相中手指为龙，手掌则为虎。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，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。只可龙吞虎，不成虎吞龙，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。第二个，符号，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，生平不劫钱财。事业线清楚直上，直奔中指，事业不变。太阳线较着，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。小指财运线较着，财运丰隆，手有余钱。第三个，纹理和符号均配，宜这位女士明堂低洼，八卦丰隆，并且玉柱纹清楚了然，线过两桥，一闹事业不变，财运丰隆之象。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子纹，古相书言手有米子纹，富贵到永久之说。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，一样平常呈如今掌丘或掌心时，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，随意获得横财、外财或不测之财。第四个，玉柱纹清楚直上，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，事业线的长势好，
再加之其他文献的配合较好，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，婚姻幸福，钱财充足。事业线又称命运线，其笔直向上延伸，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，其人事业心很强，干事有气概气派，且率领力很强。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，则其才能出众，常有贵人护助，并且福泽很大，仕途中官运利势。第4个，手相重纹理、符号、形体均占者，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，由于相不独断。其次还有一种就是长色苍白，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。长色苍白不节钱，福禄寿3宫高凸有弹性，事业线清楚直上，事业有成，钱财充足。第3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，10年难得一见，必是一飞冲天赋，好命。1. 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常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2. 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3. 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。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4. 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5. 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6. 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7. 三财纹。玉管照神局。三财纹上的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纹感情线，人纹智慧线，地纹生命线，是先天3大主纹，是掌中3财。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3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3财纹，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3条纹
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，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才文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川掌事业顺，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。10. 三峰纹，玉管照神菊，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3处了。11. 六绣纹，手相歌诀，六绣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贫人成大富，谋职禄位丰。六绣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纹上面，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天才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如果在六绣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绣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你能活多久，看手就知道。每个人的手纹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富贵，有的人长寿。而要知道一个人富贵还是长寿，可以用手相来看。那长寿人的手纹是什么呢？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。那么长寿人的手相是什么呢？短命的手相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长寿手相。1. 生命线很深很长。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、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，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，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，生命线不仅很短，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，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生命力不强，抵抗力差。而通常来说，生命线很弱的人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。这样的人连自身的健康都无法保障，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？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生命线很长，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，生命线粗而深，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，是一个体格强健、身体健康的人，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，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，所以这样的生命线手相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。2. 手掌很厚实饱满。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，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、很薄、很僵硬，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，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福气很差、财运很差，更说明了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好、健康运势不佳。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。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、很厚实，手相非常的有肉，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，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，身体健康。通常来说，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，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。3. 手掌丰满红润。手掌丰满红润是一个非常好的手相特征，相对有些人的手掌暗淡无光，常常呈现干瘪状，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。即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，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。相反，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，晚年还会疾病缠身，惶惶不可终日。4. 手指纤细。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，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，福泽更是深厚。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，就能轻而易举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因为天生拥有这样一双纤细的手，操劳繁重的事物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，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，
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。5. 长心有志，志并不是越多越好，志也分好坏。若是长心有志，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。长心有志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明之人，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，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。6.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，长寿轮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。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、深厚、红润的，就像是一条奔腾的河流，气势磅礴。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，逐渐流向掌底，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不易生病，能长寿的手相特征。长在生命线旁边的水星线又称第二生命线，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，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，是健康长寿的体格。此外，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，没有坎坷，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，可以长命百岁，一辈子好运。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，说明你的运势很好。7.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，一般人的食指都会是最长的，但只是大部分。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，说明此人天生有福，属于长寿之人，一生福禄寿全，好运不断，靠着自己天资聪颖，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，更成功的事业，更幸福的家庭。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，而且自己福报深厚，愿意帮助别人，创造了很多的幸福。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。8. 贵人线交叉，贵人线又称姊妹线，是在生命线的内侧，紧靠着生命线，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。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，纹线深且清楚，代表有贵人运，往往事业有成，而且寿命也比较的长。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，多子多孙，长寿喜乐。9. 财运线没有断裂，财运线也叫做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代表着一个人的金钱运，也跟人的寿命有关。若是在手相中，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，是一条直线，中间没有断裂，表示这个人身体很健康，消化、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，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。2. 短命手相。1. 生命线中间有中断，这类人特别的倒霉，往往都是短命鬼。他们会遇到意外的死亡事件，可能是很可怕的车祸，也有可能是诸如地震、洪水等自然灾害。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命百岁，但也有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会走向死亡。2. 生命线很浅很短，这类人天生身体素质很差，从很小的时候抵抗力和免疫力就很弱，父母为了让他们健康茁壮成长，会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。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寿，往往只能活到50岁左右。3. 掌纹不深刻，这类人是天生的倒霉之人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总是会遇到倒霉的事情。他们虽然不会死得特别早，但肉体上会承受很多痛苦，精神上压力也很大，他们可能会选择自杀。4. 生命线很短且中途忽然消失，这类人生命力很弱，寿命也特别的短，容易遭遇重大疾病的侵袭，比如说可怕的癌症。虽然他们意志力很强，愿意同疾病做斗争，但由于医疗技术有限，最终也会走向死亡。5. 生命线比较的短，这类人命运坎坷，小的时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，经常饥一顿饱一顿。长大之后，他们会被工作拖累，经常晨昏颠倒，饮食不规律，婚姻生活也不是很幸福，往往死得很早。6.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，这类人其实身体状况很不错，但是命不是很好，容易死于非命，比如说遭到可怕的谋杀，再比如说与人发生肢体斗争的时候被别人误杀等等，总之死得非常倒霉。7. 智慧线向下弯曲，这类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非常自卑，性格内向，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郁郁寡欢，他们还会长时间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中，容易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亡。8.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，这类人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，可能由于家族遗传病，哪怕他们特别注重身体保养，十分珍惜生命，还特别热爱生活，但是最终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好。
很可能会死于心脏病或者是癌症等等。9. 生命线呈现倒钩状，这类人虽然不至于遭受重大疾病打击，但是总会遇到一些小病小灾，比如说关节炎、胆结石以及肺结核等等。他们与疾病抗争的能力和意愿并不是很强，中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走向死亡。10. 智慧线向下且靠近月球下面，这类人思想很极端，特别喜欢钻牛角尖儿，做事情还很冲动。他们很有可能因为性格问题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，一旦造成他人死亡，那么他们肯定也会被判处死刑。11.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，这类人不太注重身体保养，身体素质也特别的弱，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。比如说天气变得很热，他们就特别容易头昏脑胀，甚至有可能最快的特征之一，因此不能片面的、静止的看手相，将一段时期的手相进行比较，则更有价值。运气好，气色就好，手的色泽也健康，纹路更加清晰。由此可见，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，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。手相手纹反映了一个人的4层信息： 1. 先天风水，出生家庭； 2. 工作生活，亲人同事； 3. 气质形态，疾病健康； 4. 命理运程，命运走势。木星丘，木星丘所在的位置是在食指基部之下，在中国手相学上称为巽宫，以先天手掌左手记。木星丘发达饱满及显著隆起时，主道德观念重，性善良，爱权力，有野心，支配欲强，爱名誉，重尊严，重财帛，有慈悲心，直觉力强，对宗教有兴趣，责任感重。假如你找人来负责一个重要职位，扩展业务，行政人员少不免要诚实可靠，有责任感，那么木星丘发达的人就是你所需要的人了。木星丘低陷时，主愚笨、粗俗，无道德观念，怯弱、好色，不忠实，不爱名誉，与此木星丘发达时所主的事项恰恰相反。土星丘，土星丘的位置是在中指基部之下，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离位。一般土星丘越高耸，中指越长，但通常土星丘发达的人是比较少的。土星丘隆起时，主其人有智慧，忍耐力强，待人诚恳，处事小心，独立心强，高智能，好学，好研究，有组织和系统能力，对数学计算方面有兴趣，喜爱宁静的郊外生活。此外，对运动也感兴趣，农作、畜牧、园林、地产、矿物的业务也适宜。丘过大者，主多愁善感。土星丘低陷时，主其人容易悲观、忧郁、沮丧，可守密，喜稳居，迷信、宗教狂，感觉迟钝，有星状纹者为阴虚阳亢体质。若月丘也有星状纹，易患中风。太阳丘，太阳丘在无名指之下，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离位。太阳丘所主范围大概如下几点：有艺术审美眼光，名誉、光荣、乐观、温和、慈爱、奢侈、轻视财帛等。太阳丘发达的人不一定是画家、艺术家或戏剧家，但是对服装方面很有讲究。家庭、办公室和他经常接触的地方都喜欢优雅和艺术化，懂得怎样享受和利用天然环境作乐。此外，太阳丘发达的人富于同情心，又乐于帮助他人，即使是个陌生人来求他，也能得到金钱上或人事上的帮忙。太阳丘发达的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恩惠或礼物，除非对方允许领受他的回敬。做事方面要求真善美，有始有终，绝不中途而废。如他认为不满意时，将继续干下去，直至十全十美。水星丘，水星丘在小指之下，如果水星丘过度发达，比其他丘特别隆起时，或加上小指弯曲，头脑线有缺点，或丘上有不良符号等，那么他能运用天赋的才干，会做出种种为非作歹的事情来。
总而言之，成功者多数属水星丘人，而危害社会的也是水星丘人占多数。因此，观察此丘就不得不小心了。月丘，月丘又称太阴丘，在小指对下掌边最底的部分，即第二火星丘下至手颈在线的位置。这个丘主想象力、玄想、神秘、音乐、自私、懒惰、爱旅行等事项。太阴丘发达的人对水方面特别的有兴趣，他们喜欢居住于近海的地方或湖边的地区。假如水星丘同时发达的话，爱好航海生涯，很多水手都有隆起的太阴丘。如果太阴丘过度发达，则主其人忧郁、善变、冷酷、贪婪、宗教狂、幻想、懒惰、迷信等。假如拇指雄壮而坚硬，则其程度可以减轻；若是拇指柔软而细小，其程度则更甚。又如果他的手掌软而松弛，则是一个懒惰成性的人，生活在幻想中，醉生梦死，不能面对现实，常被幻想支配，往往渴望不能得到的事物，因此无法满足自己，希望时常转换环境，因而引起心灵常常不安。若经济许可，经常做远行；如经济不许可，只有郁郁不乐。金星丘，金星丘所在的位置是在第一火星丘的下面，手颈线对上的部分，即拇指底下，生命线内边的部分，相当于中国首相的梗位。金星丘较为发达的人主仁慈、富同情心、情爱温和、感情丰富等。通常这个丘称为爱丘，父母之爱其子女，子女之爱其双亲，夫妇间之恩爱，朋友间之友爱等。这个爱都是从我们内心表达出来的，当然爱的种种是有区别的。金星丘过度发达，主活力充沛、性感、情欲旺盛、淫乱，对爱情虚伪、自私。如果是女性，主卖弄风情之类。如果金星丘低线、平坦，同时生命线太接近拇指，使金星丘所应占的部位太过狭窄而细小，主缺乏活力，爱情冷淡，无同情心，自视过高，性机能薄弱。倘若是妇女，为不孕象征之一。地丘，地丘又称海皇丘，在手掌的底部，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坎位，是发展的原动力所在，亦代表健康、生殖能力、性能力、持久力和住所等。地丘上有旅行线，从生命线底部分叉横过地丘至月丘，表示喜欢到处云游，会远离家乡或居无定所，或经常会搬家。地丘发达，主忍耐力强，事业在外会受人帮助而有所作为，且健康良好，子女运亦好。地丘低线、平坦，主健康不良，做事虎头蛇尾，不能有持久力，在外会受到很多挫折，就算有旅行线，亦不宜经常远行。火星平原，火星平原的位置是在第一火星丘与第二火星丘的中间，亦即是掌的最终凹陷的部分。通常来说，这个部位是最为低线。假如这部分周围平坦而中间特别隆起，像一土堆似的，如其高度与各指对下的各丘相等时，表示有不屈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。若配以各指第一节长，头脑线良好，为不可多得的最佳象征。如果各指第一节短，而头脑线有缺点，则表示有勇无谋、傲慢自大、暴躁而已。判断火星平原的低线情形，需要小心来观察。譬如各丘隆起，自然会形成火星平原觉的低线，须知这是良好之征，所谓真正的凹陷。意思就是说，各丘不发达，同时火星平原又是低线下去，那就难免遭遇到上述的各种情形。第一火星平原，第一火星丘，积极火星丘，又名下火星丘，在木星丘和金星丘的中间部分，在中国手相学的位置上位于正位。第一火星丘隆起的人，大多数身体非常强壮，孔武有力，勇敢异常，不断迈进，可以说是天生的战斗者。很多有名的军人和将领都是属于火星丘的人。
如果第一火星丘第一线时主胆怯未修，没有进取心，做事犹豫不决，决而不行。此外，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和精神去做，即使机会来临，也不敢去把握和利用，因此往往失去良机，故成功的机会很少。第二火星平原，第二火星丘，消极火星丘，又名上火星丘，在水星丘与太阴丘之间的部分，即小指对下掌的中央处，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对位。第二火星丘发达的人，其性质是与第一火星丘刚好相反，它的特性对人或对事都是以理智来处理，不像第一火星丘的人冲动和鲁莽。他们有道义，讲逻辑，不喜欢野蛮的举动和厌恶流血事件。第二火星丘适当发达的人，最宜为军人、外科医生、警察、消防员、救生员、机械工程员、冒险家等。除上述职业外，还具有一种神秘的磁力，如利用此天赋特质来研究玄学，例如催眠术、心灵学、占卜、易学等，而通常都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人们有时候对手相和命运的关系有着痴迷，但也没有必要。真正决定自己未来的还是自己，要始终坚信相由心生，心灵境界的提升会让人拥有更加广阔的空间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有好的建议，欢迎留言评论，下期再见。